很多人认为睡觉打呼噜是深度睡眠和酣睡的表现。事实上，全球每年因打鼾直接死亡的患者超过10万人。睡眠是我们每天必须要经历的一项活动。如果以每天8小时的睡眠来计算，人一生大约有1/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。有研究最新调查显示，我国近70%的人都有睡觉打呼这个习惯，其中30%的人可能不是普通的打呼，而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但多达80%的人甚至不觉得自己打呼噜有什么问题。近一半的人认为治疗打鼾是多此一举。什么是打鼾？鼾症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睡觉打呼噜，医学术语就称为鼾症，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。如果这一天工作非常辛苦和劳累，就会造成睡觉打呼噜，而且男性居多，而且呼噜声与劳累程度成正比。这种状态可能偶尔一次或者长期，还可以从音频打呼的频率中断时间看出来病情的严重程度。什么是危险鼾声？一种是单纯的呼噜，没啥事，大多数情况下，由于睡眠姿势不佳或鼻塞造成短期打呼的现象。还有一种打呼就没那么简单了，要小心。在持续的打呼声中间产生了暂停，而且超过10秒，每晚超过30次的话，就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。这种综合征不仅会破坏睡眠结构，还会损害大脑、血液间歇性缺氧。睡觉期间频繁缺氧容易造成血管壁损伤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，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猝死。孩子睡觉打呼噜，家长更得提高警惕。相比于成年人，儿童鼾症更容易被家长忽视，而该疾病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却有可能贯穿一生。几个月大的宝宝如果打鼾，多是生理性的，慢慢长大也就消失了。但对于稍大一些的孩子，尤其2岁以后来说，没感冒仍然打鼾，而且没有好转迹象，甚至更严重了，就要考虑腺样体肥大。而腺样体肥大患者通常也会有过敏性鼻炎等问题。打呼噜的危害有哪些？打呼噜危害老年人。老年人就健康而言，这本已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群体。一方面，打鼾会造就一些疾病，打呼噜会加剧心脑缺氧，如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血栓等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老年人群可能本身就患有一些慢性的疾病，所以说恶性打鼾无异于让这些疾病更容易发作，使他们的病情雪上加霜，更加顽固难治，影响智力发育。用口呼吸的人的气道是狭窄的，而气道狭窄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会让人缺氧，尤其是导致睡眠过程中吸氧量不足。对于儿童晚上张嘴睡觉，吸入的氧气量不够，容易造成脑部缺血缺氧，这对一个需要发育的孩子来说影响巨大，让孩子的智力受影响。这类小孩在学校往往表现不佳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而且记忆力不好，成绩不理想等等。睡眠结构紊乱。我们的睡眠包括深度睡眠期，是让我们休息的，以更好的开启第二天。打呼噜恰恰会让我们休息不好，失去了睡眠的意义，于是在第二天起床后还是感觉非常累，感觉没有睡，就容易导致困乏、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，长此以往还会造成记忆减退。打鼾的人由于夜间睡眠质量差，所以白天容易犯困，发生交通意外的风险高出普通人2到7倍。我们由于对疾病没有及时的进行预防，在发病初期完全没有正确的处理，反而选择忽略，等到疾病严重才想到治疗。儿童患者更应积极治疗，以免影响智力和身体发育。任何疾病都应做到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治疗。